夜学收车。第6面最后一题，你们自己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自由发挥。你们觉得它页是怎么样？第7面的下面画一个草图哦，你们现在画画都很棒了。这就叫做户外研学。每个小朋友手上拿着一个册子，讲这个桥，还要画图，这老师的作业还画图。看到这一幕啊，让阿星想到我小时候，就春游或者是出来做活动，人家都是想着啊我怎么完成作业，我就想着到哪玩儿，身上揣的净吃的，左边一个鸡腿，右边一个火腿肠，怀里头啊还放着饮料。积累对不对？很多问题你们都懂了，你们居然也知道苏东坡，对不对？还可以回答那些桥梁啊，为什么牡蛎，为什么要养海蛎，对不对？也知道水的浮力可以用来运石板，太牛了，就证明我们平时都是爱学习、很善于观察的好孩子啊。那我提议，现在我们大家都给自己一些掌声，好不好？好，那阿姨就在这边跟大家告别。那你们等一下啦，等一下往左边走啊，跟着教官还有老师，统统靠左走啊，前面就可以上车，然后去吃饭了，好不好？好，拜拜。还有吃饭。好了啊，走喽，走。拜拜，拜拜。有机会多走一走啊。不是。说进去靠左，后面的男孩。男生靠左。我现在在福建的泉州啊，这座桥啊叫做洛阳桥，周围的环境啊特别的棒，有鸟叫，还有红树林。了解地理的、了解植物的朋友就明白了，有这个红树林呢，就这儿它是个入海口，这属于海水。那这个桥呢是中国4大古桥之一啊，来到泉州一定要来看一看，它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底下这用的是重力固基法啊，啥叫重力固基法呢？就重了很多牡蛎啊，把这个桥墩加固。还有呢，就是浮运架梁，你看它这个石板啊，古代的时候这么大的石板怎么运上来的？就靠这个海水的浮力啊，用个木板把它撑上来的。那为啥洛阳桥它不在洛阳嘞，它在泉州嘞？这就要讲到这个泉州的历史。其实啊，在闽南地区啊，有很多中原人士，就历史上很多中原人来到了这里，比如说是衣冠南渡，或者是北民南迁。因为各种原因吧，比如说这个战乱的原因啊，那这些人来到这儿，大家都知道南米北面啊，他们爱好吃面食。来这儿以后呢，南北一融合，这就产生了泉州独有的饮食文化。在泉州有名的面线糊有很多啊，咱今天吃这家元桥尾面线糊，也是一个老店。你客气，我给你客气。对，59分的，5分钟前的。一条，这个，没有，起来，整个。好。哪里的？24刀了。24来了。下去烤。
太微信丰盛了。收款66元。选择困难症来这儿绝对费劲，太多了，各种各样的食材都可以加。鱿鱼是最贵的，还有猪腰，这么多，几十种。要大碗小碗？我要一个大碗的。加的吗？大碗的来一个猪肠，来个醋肉，再来个鲨鱼微信收肉。款56元。哦，这个鲨鱼肉是吧？哦，来尝尝，给我来点鲨鱼肉，还有鲨鱼肉。我想要一个啊，这个大碗的啊。这个大碗。好嘞。还有呢？你们也是一个老店是吧？开了多少年40多年。哇40多年了，82年就有了。再来个油条，我一个人。32份。面线糊，尝一尝啊！来到泉州必吃的特色，这是一个黄金组合，当地都这么吃，就跟豆浆配油条似的。看一看，这个呢是蒜汁，你看这个蒜末、蒜汁，然后呢蒜苗，再加上芹菜，切的芹菜，一股酒香味儿，因为它出锅的时候淋了一点点白酒在上面，有的会加一些什么当归酒啊、药酒，提香的，还加了一些胡椒粉，咱先给它搅匀啊。面线糊，面线糊，你看这就是面线，细细的，就跟挂面有点像啊，龙须面那种感觉，但是它是碎的。糊呢，你看这就是糊糊，所以是面线糊。哇，你看我加这个大肠，大肠看着就香啊。大肠，然后这个是鲨鱼肉，还有哎，就是泉州的特色啊，这个醋肉。来到这儿，醋肉一定要吃，先尝尝。哇，好吃！啥叫醋肉呢？猪里脊肉，然后先拿这个醋，还有各种调料腌制，腌过完以后呢，然后炸出来的，有点小酥肉那个感觉啊。但是泡在汤里头，一下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这个醋肉呢，在当地可是万能的搭配，它既能当零食吃，也能呢当一盘菜吃，还能呢就是加在这个面线里头。只能说味道不同凡响，只有来这才能吃到。酸酸的，然后肉很香，很有咬头，很筋道。这个汤呢是拿猪骨，然后各种小海鲜，比如说虾呀、蛏子呀、什么海蛎啊这些熬出来的。面线糊啊，发源地它是在泉州，但是呢闽南地区都有。闽南地区啊3个地方，厦门、泉州还有漳州。这3个地方面线糊啊，其实都挺有名的，但是各有不同。你比如说像厦门啊，它里头这个面线呢就比较粗啊，吃起来啊更有面线的这种咬头、这种口感。然后就加了大量的猪血在里头，然后吃起来呢稍微更稠一点。泉州当地的面线糊，你看到没？它就很细，感觉更像个粥一样，像个羹一样。再讲到这个漳州啊，漳州它就是口味比较重啊，加的胡椒粉比较多，各有特色啊。来到这儿不得了啊，还能吃到鲨鱼肉，好家伙！好吃。其实吃起来啊，就是一种海鱼肉的感觉，非常的滑嫩，当然是养殖鲨鱼啊。来到这儿，油条也是必吃的，油条是百搭啊，不仅配这个面线糊，配什么当地的花生汤啊，还有豆浆，泡到里头，哎呀！你看这个颜值，这看着就香。泉州人的早上先是从腌死一根油条开始的啊。吃面线糊也是丰俭由人，这东西啊也可以10来块钱或者几块钱。光要这个汤的话，就是3块4块，也可以这么吃。也可以呢，把它吃到100多，还有往里头加龙虾的，好家伙！我这碗呢是32啊，属于中等价位吧。在一个面线糊店呢，如何区分谁是外地人，谁是本地人啊？你看他加了多少种食材就知道了。那本地人呢都是3种以内啊，就1、2种、2、3种；外地人呢就是3种以上啊，见啥都想吃。啊，早上热乎乎啊，来这么一碗真是不错。接下来啊，到了阿星讲古时间，来讲讲这个面线糊它怎么来的，它的历史是什么？哎，这就要说到乾隆下江南，来到了泉州，在这个山上山野间，在这巡视啊，
就看一看啊当地这些农户啊这些农村人啊是如何生活的。走着走着呢，突然之间，哎呦，我这肚子！旁边官员一看，哎，赶紧给乾隆爷准备手纸。那乾隆就说：“你准备什么手纸？我这是肚子疼，饿的，是不是？赶紧给我找吃的。”然后旁边的官员就看，这荒郊野岭的，咱到哪儿找吃的去？是不是？哎，突然呢，发现有个农户家里头这个烟筒冒烟，咕咕咕啊，正是做饭的。就说：“哎，咱到前面看有啥吃的。”就去了。这梆一敲门，一个农妇推门了一下，看见乾隆了，这激动啊！这是，哎呀，这不是乾隆吗？哎呀，你看，哎呀，经常在电视上不是啊，经常听说。乾隆就说：“哎呀，你先别忙，别着急打招呼，这是这个啥，茅房在不是，这厨房在哪儿了？我这饿的不行了，赶紧给我吃的是吧？”然后这农妇就说：“啊，你来，请，迎进门来啊！”然后就想，多难呀！你想那时候是吧？这条件非常的差，家里头没啥吃的，是不是？和她这个老公一商量。他这个男人还是精，说咱过年的时候不是吃那个啃那个猪蹄子还剩点那骨头，是不是？吃那个鱼呢还剩点鱼骨，咱把那拿过来洗一洗，熬个鲜汤。哎呀，这农妇就说了，你说你熬鲜汤，光喝汤清汤寡水的，这吃不饱是不是？也不行啊，咱不能怠慢了，这是皇帝是吧？哎，想到了，咱这个柜子里头这个面线啊，虽然是吃完了，但是呢还剩了些渣渣是吧？啊，是吧？对，咱这样子干，把这个汤煮好。然后这农妇呢，到这柜子里头开门，把这些面线这些渣渣扫出来啊，倒在这锅里头啊，咕嘟，又加了点地瓜粉，这么一和，他一看啊，还有那后院子有芹菜，拿来剁把往里一扔，就撒点胡椒粉。乾隆这么一喝，哎呀，这是美食啊！哎呀，太好吃了！你看这乾隆啊，可怜也没吃过啥好的。吃完之后，乾隆就问这是啥东西，这俩人就作难了，就说咱这头一回做，咱这现传的，咱不知道叫啥。啊，乾隆就说：“我给他起个名字，叫龙须珍珠汤。你看到没？这店啊叫元桥尾面线糊，其实应该叫元桥尾龙须珍珠汤啊，听着就不同凡响啊，好喝。从此以后呢，这个面线糊就这么来了。其实呢，这都是杜撰啊，这都是瞎掰的，都是故事。那真实的历史是啥呢？真实的历史啊，是在宋代以前，其实这个面线糊就有了。为啥呢？有诗作证。啥诗呢？啊，其实我也记不住，是吧？看着给你念啊。宋代著名的诗人黄庭坚曾在《过土山寨诗》中写了这么一句：“汤饼一杯银丝乱，千丝如缕玉簪横。”里头这个银丝啊，指的就是这个面线啊，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面线糊了。东西两座塔，南北一条街。那我身后这两个塔，一个是镇国塔，一个是仁寿塔。那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啊，是泉州最有名的一条街，叫做西街啊，就在这个楼下，非常的热闹。走在这个西街上，你会感觉到历史上的泉州那是相当的繁华。你比如说像这个开元寺，还有钟楼，还有天后宫，还有关岳庙，都在这个西街的周围。来到泉州啊，一定要来这个西街走一走，逛一逛。这个景色啊，真好。这就是开元寺，这呢就是西街。好像每一个城市啊都有一个历史悠久又古老，但是呢人又多的街，尤其是游客，挤一挤，你不逛还不行，热闹。哎。这种街上我还没逛，我就知道指定有轰炸大鱿鱼。这就是钟楼，泉州的地标性建筑。你现在看楼这个样子啊，就感觉挺洋气啊，挺现代的。
但是呢，这个楼在1934年就建好了。好家伙，那30年代的人啊，看见这样的一个建筑啊，不知道什么感觉啊，是不是感觉挺奇怪啊？这个楼呢，就因为它这个钟的时间啊特别的准而闻名。据说啊，在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汽车还不是很多啊，大家啊骑个洋车子到了这儿啊，都可以单脚一撑啊，掏出自己的手表，哈哈，对一下啊，看这个时间准不准。哎，菜头酸，东来菜头酸是个老店啊。菜头酸呢也是泉州的特色小吃啊。那外地朋友一听都不知道是啥东西，菜头酸到底是啥东西？你好，我尝尝这个菜头酸怎么卖的？要加花生吗？啊，加花生，加花生。好，加花生多少钱？一个2.5块。2.5块。好。这就是萝卜是吧？啊，对。哦，厚的萝卜片儿。对。然后切开。这个萝卜是拿醋腌的？没有，不是。那为什么有酸味儿嘞？发酵。发酵。这个是花生。对。花生白糖。哦，就这么就好了。对。菜头酸。听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是啥。啥叫菜头酸？就这个萝卜。这个萝卜在当地就是菜头，是吧？对。闽南话就是把我们闽南话就叫菜头酸。闽南话把萝卜叫菜头。对。还有一个那个菜头果还是菜头糕？菜头包。是就是炸的那个叫啥？菜哥俩，菜果。菜果，安海菜果。哦，安海菜果就是拿这个萝卜，咱叫菜哥俩。萝卜和这个我叫菜哥，那个菜哥。哎，这个用闽南话怎么说？菜头酸。菜头酸。对。菜头酸。对。菜头酸。菜头酸。说不了。萝卜加了番茄酱。然后花生还有糖，这个组合啊太奇妙了。这个对于这个对于我们外地人来讲，这个组合啊太奇怪了。不过吃的很解腻。很解腻是吧？尝尝。酸甜甜的。赶紧尝一口。赶紧尝一口。这要跟那味槟榔啊合家。老板娘来一个菜头酸，萝卜加花生。往这一站就活广告，还都来尝尝。哇，这里头汁水特别的多，因为它这个萝卜泡出来的、发酵的，又很脆，有甜味儿、有酸味儿、有脆味儿。可以下火的。哎呀，对，上火的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汁水有多少？这样，就这么多，还有甜味儿，然后还有花生的这种香味儿。很奇妙的味道，来到泉州来尝一尝。小孩子也可以吃。不会很酸。不会很酸。这个就是人家小时候啊这种零食一样的。对，是吧？小时候就是这个就是零食。童年的回忆，零食。对。哇，好奇妙的感觉，好吃。从一个小巷拐进来呢，这里是水门观音宫。在这个观音宫的旁边啊，有几家卖泉州炸货的，就炸物，号称泉州天妇罗，一定要尝一尝。来，大姐，买点你的炸物。尝尝，这个是啥？五香是吧？那个是排骨。排骨，一上来就认错。五香在这边。五香这边，给我拿一条五香。要不要热一下？要热一下，热一下。现热啊。对。那个福锅有没有？这边没有。没有福锅，那个是炸的紫菜，给我来一点。好的。来一点。这些是香芋丝，也可以来一点。行，来一点尝一下。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菜盐子。行，来点。这样子啊，见啥都想吃，这么宽的待遇。盐子来2个，也不错。好嘞。还有啥？这个什么？那个鸡腿。这些。给我来个鸡腿，来这个。好，这个也要来2个。这安海菜果。安海菜果我知道。还有没有？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炸的。那个是春卷。炸春卷。来个炸春卷。好，都热一下啊。热一下。都可以热是吧？都可以。再给我来个鸡腿。好。大油锅里再一热，
热一下。鸡腿还要剪一剪。没有，怕里面熟不透。18块啊。对，这个就这么吃是吧？没有蘸料。没有。没有啊。我们这边都是调味已经调过了。已经味道都好了。啊，蘸在这好香，这一炸口水都流出来了。糖油混合物就是香。这个是炸春卷，也叫炸润饼，里边是夹心的。里面是胡萝卜，一吃呢还有非常热的这种汁水冒出来。葱花胡萝卜，好吃。外酥里嫩啊，还有一些肉馅儿好像。炸五香就是油豆皮儿包的，里边有肉馅儿，还有马蹄，然后各种调料食材。就是这个味儿。以前阿星在厦门吃过，特别的好吃。看里头的肉馅儿非常的嫩，好吃好吃。看这大鸡腿，开花鸡腿。哎呀，我的天啊！这鸡腿都腌入味了，而且它腌的这个味儿呢，有一点点，哎呀，形容不上来，有一点点这种，就跟那个酸梅一样的那种酸梅香味儿。哇！最主要是外面它挂的这个糊啊，每一个食材外头这个糊吃起来特别的好吃，又酥又香，经过调味的。泉州也是亚热带的气候，在这种天气比较热的地方，人没有食欲，就爱吃一些这种炸的。你听这个声，哇，太好吃了！炸的紫菜。安海菜果，其实就是萝卜糕，咸咸的。这段路就是靠近宽源寺这一带，不能建高房子。不能建太高。对，不能超过那个东西港。你没有到过宽源寺？去了，我去了。去了是吧？不能超过那个塔。对，他说超过了塔，就全就不发一台。有这个讲究。对他们这边的信佛。这个关岳庙香火好旺啊！香火很旺，前面星期六、星期天人见多。哎呀，为啥就这个旺？信。他们这边人信佛了。他保平安呢。泉州人特别信。泉州庙多了。这个是清真寺。对，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宗教还多。我给你现金。现金。好的。慢点啊。走了。讲到闽南地区的拜拜文化，那是非常的盛行。那么在泉州来讲，香火最旺的地方是哪呢？就是在我身后关岳庙，这里边供奉的是关羽还有岳飞。泉州讲到宗教那可不得了了，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那都是相当的有地位，被称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为啥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在泉州大大小小各种宗教的庙宇非常的多这儿信奉的不仅有佛教，什么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甚至印度教等等等等都能看得到。为啥这么多宗教会在泉州呢？就是因为
它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这儿通商往来那非常厉害，那各国来这做生意就把这种宗教文化带了过来，真的是拜拜文化。看这香火旺的这烟火，好家伙，这不知道了还以为这大排档烧烤摊呢，我开个玩笑。在泉州有很多美食，但是呢，有2个是一定要吃的，一个是面线糊，还有一个呢就是牛排啊。但是啊，此牛排非彼牛排啊，不是拿刀叉吃西餐啊。这儿，阿全牛排馆。哎呀，这么多牛肉牛杂，不知道吃啥了啊？那有牛排21块，牛鞭牛蛋，好家伙，金钱多，好忙呀！对，这个小吃是这样子，太多人了。我们也是老店了，多少年了你？30年。30。对，老店，30年，好多人。慕名来尝一尝。是吗？好多人。来3块牛排。好，再小块大块，对的。大块。对呀。3大块。这个牛排还是咖喱味。对，咖喱牛排。加了咖喱。对。哦，这一块这么大。有大块有小块。哦，这就算是大块的。对，这个是算大块。那就来一块就行了。对。我还以为。对，还是你切成小块也可以。切成小块也可以。不用切成小块，就那个大块来一块就行。整块看多少算多少。对，来一整块。全部都是老客人的。我们只是从小孩子吃到现在，他的孩子都很大。从小孩吃成中年人了。对。从中年人吃成老年人。喝了一碗茶。好，可以拿过来哦，没事，你都可以打开，你不要拿哦，等一下我叫他帮你拿。这个是什么呀？这酱牛肉。哦，这给我来份这个。对，我打上来给你看，这个也很好吃，很多人吃。这么多牛肉牛杂，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先吃这个泉州牛排啊，不行，咱还是先吃拌面啊。这个拌面一会儿就干掉了。花生酱，这闽南地区啊有多爱花生酱？哇，碱面条，细细的碱面条。这个面呢，看起来特别像沙县小吃里的拌面。哇，挂了非常多的汤汁。
好吃。哇，酱非常的香。看来啊，我这一桌菜是点对了，每个人过去啊都往我这看一眼。这个面里头呢有牛肉汤的香味儿，还有花生酱的香味儿。吃牛排，吃牛排。看这个颜值，这是中国牛排，中国泉州牛排，皮酥肉烂，真材实料。就看这个牛筋儿，哎呀，太烂了。香。吃这种牛排啊，一定要炖入味儿，这个味道太浓了。带骨头的贴骨的这个肉是最香的。这个牛排啊，吃起来还有股辣味儿，然后呢，就是香料的味道啊，还有咖喱，南洋的咖喱味儿。绝了！当地啊吃这个牛排还要配咸饭。咸饭也是泉州的特色啊，里头有的会加一些就是萝卜、胡萝卜，它这个呢加的是青菜，吃起来咸咸的，油香油香的。你啥都不吃啊，光吃这个饭都好吃，有味道。倒点这个汤汁上去，汤汁拌饭，再来块肉，这肉是不是有点大？好家伙，太噎了，这脖子能抻2里地。所以啊，得搭配一个牛肉汤。这个呢就是牛肉羹，牛肉羹里头呢还加了一些牛丸，这是姜丝，还有香菜。哇，这个味道好浓啊！手打牛肉，有点像福鼎肉片那个意思。牛肉非常 Q 弹，这还配了一个蘸碟、辣椒醋，还有蒜汁。怎么吃呢？就吃这牛杂，看这个金钱肚，蘸一蘸。哇，这口感绝了，非常厚实。这牛筋好有咬头，再尝这个牛腩肉，哇，这个辣椒还挺辣的，哇，这好吃。为啥泉州呢爱吃这种牛排，有这种做法？这就要讲到它这的历史，又要说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为这儿呢，自古通商往来非常的发达啊，很多外国人来到这儿，比如说穆斯林，那穆斯林呢常年居住在这儿，经商做生意，那他们呢主要就吃牛肉。就把这种吃牛肉的习惯带了过来。还有呢，这些人下南洋，就泉州人下南洋，下南洋以后呢，就把这种香料，比如说咖喱，带回了泉州。哎，牛肉和咖喱这么一组合，就产生了这种牛排。但是它这个咖喱啊，不是特别浓郁的，是那种微微的那种咖喱味儿。吃好了，好吃好吃。
这里是泉州的一个千年小渔村，叫做浔浦村。那来这儿呢，不是看风景啊，是看人。哎，看什么人呢？叫做浔浦女。这个浔浦女啊，是福建的3大渔女之一。那还有2个呢，一个是惠安女，还有梅州女。那为啥要来这儿看人呢？就是因为人家浔浦女啊非常有特色，头上戴的漂亮的簪花。那很多这阿姨啊，还有大姐在这个海边播这个海蛎啊，非常有特点。这就是当地的特产小生蚝、小牡蛎，这才是正宗的浔浦女啊！来到这个浔浦村，当地的浔浦女没见几个，只见了俩，外地的浔浦女倒是挺多，是1排。这9些媳妇好哎。欣赏一下外地的浔浦女。哎呀，这太多了这。这才是本地的簪花，就是朴实无华，给它点缀一下。你看这些游客带的，好家伙，是感觉跟孔雀开屏似的，太大了，都在这播小小的生蚝。站到这儿，满满的这个海蛎子，就特别小的那种肉。来3块钱。看见大街上每个人都带着这漂亮的簪花，是吧？阿星这内心也蠢蠢欲动啊！听说现在也推出了男士簪花服务啊！不知道这没头发不知道这头发少这能不能簪？咱就了解一下啊。这浔浦村啊，满大街都是簪花店，我觉得没有200家，也得有100家。这儿呢，重工业就是捕鱼啊、打鱼，轻工业呢就是簪花。这儿家店。没人。哎，这里头。男士禁止入内。大姐能给男士簪花吗？可以有啊，给男士也有。让我看一下，这头发少点也能簪是吧？头发少一点，一般都是套不然。哦，就是一个花圈是吧？哎，花圈给你。啊。啊，明白了。男士就是直接带个花圈。你看那个男年轻人。多少钱一个？这40块的，啊，40块是吧？在这选。便宜。妈看你要什么颜色，你喜欢红喜欢绿，这个是你本身你自己选，我们花放我还都挺喜欢。啊，你看都挺喜欢，你就买一个。都挺喜欢，就是头连套脖子上。来，你就这样套着，来戴下来，就这样戴在它前面一点。好，戴它前面一点。跟孔雀开屏一样。对，这戴它前面一点。回家老，你跟这个女明星拍嘛。女明星拍了，等一下你老婆回去拍。哦，这样也行。啊。合影是吧？可以，不要搞太厚了啊！太厚你这边就看着黑黑的哈，对，这样才看回头啊。照个相，耶！闹了半天闹明白了，40只是拍照，是借给你拍照，这是个道具。买的话这一副是200块钱啊。对，咱赶紧。240。哦，240。这个200多的花，你不要小看这个花，那你押金我们回来就还。哦，那我得抓紧在这拍一拍。对，拍。对，把这40玩意儿可惜了是吧？那到这儿。对，这挺好，耶。还有哪儿？你看那个小巷里面啊，还有这儿。我看，你看，我给你看，你就知道。你给我看。你看，我看，给你看。大姐给你亲自指挥在哪拍。不是，把密码输了6遍了，没输对。你看，来，你看这个老板娘，昨天我们在这边拍哈。啊。看见吗？啊。哦，在这儿是吧？好。行，好。老板娘是这个姿势是吧？啊，对，你就这样。是不是这个姿势？对，2个。
耶是吧？耶。啊，在这儿也能拍是吧？叫他耳这么一叫，叫他一个这，你看我这里面能亏的，啊，坐这儿。对，你要靠近当地的渔女是吧？你就递的，他去看那个小。哦，这样子。那你就假装拿一个。啊，我也假装忙是吧？对呀，忙啊。啊，这我一下也成了当地渔女了。人家是拿那个工具剥，我是徒手剥。割到你的肉啊！所以我假装。我知道，我假装。早在一层啊，你归层哎。当地渔女。哎呀，味儿挺大。你有很多，我敢叫他耳前门，你就假装这样子。啊，我假装是吧？我也假装。我这肉这么小。啊！你就假装这样子。哦，我假装这样。他就觉得认真的看啊，他找到了你的酒啊，一个叫什么？你假装他看着，你就看着哈，你就这个舌头向他怎么拿，你就学他。不要动，等一下割到了。没事，假装。不要，你等一下粘到手里面。哦，这个挺难的嘞。对呀，你就看起来好一点，不看到小。这种不是这么。这个缝我都看不到在哪儿。对，让人家知道啊，咱们这边是给查某来。这是经验啊。经验就不要了，这样就点很久。哦，对，不要压哈，对，他就这样照。40挺直啊。我身后呢是当地的一个祠堂，很多当地人在这打麻将。你看这个房子特别有意思啊，这是什么？生蚝壳，当地呢叫科壳，就那个科在尖啊。这个房子叫科壳厝，这个闽南话呢把房屋就叫厝。这个壳你看很大，其实这个壳它不是当地的，因为咱刚才看当地的这个巡捕女啊剥的这个特别的小，这个这么大，这个呢是来自于非洲啊。为啥来自于非洲呢？这就要讲到泉州这里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这儿出发运送茶叶，然后丝绸还有这个瓷器到国外去，最后到哪儿呢？非洲的东海岸。到了那儿这个船就空了。空了以后呢，需要这些蚝壳来压船底、压船舱，为啥呢？就是因为如果是空船回来啊，海上风浪太大了，容易把这个船打翻。然后这些壳被运送回来以后呢，当地人觉得，哎，这也没啥用，是不是？哎，有人觉得，哎，咱盖房子是不是挺好的？结果发现是透气，而且呢是冬暖夏凉啊，这个科壳厝就这样形成了。现在这种老房子就很少了，当地啊还是都盖起这种楼房、小洋楼。很多朋友啊会觉得这个蚝壳呢拿来盖房子是不是不坚固，容易倒塌？你可理解错了。在当地有一句话叫千年砖万年磕，就非常的牢固。哎呀，这个是豪宅啊，当地讲究豪宅，真正的豪宅。这没味儿了，这是这么多年了，是吧？既然来到了海边小渔村，咱高低得整一顿海鲜。这一排呢都是这个村子的海鲜大排档。啊，简简单单整一顿海鲜大餐。哇，大生蚝、蛏子，生蚝，然后看，哎，现在还有没有那个红鲟蟹？现在没有，有。哦，现在有了青蟹。这红蟹多高水？这个和青蟹是一样的。青蟹叫青蟹，我们这个没这个叫还是红鲟蟹。这个怎么卖的？1斤208。1斤208。来一只，哇，这个好大呀！这个和青蟹还不一样是吧？青蟹是公的，青蟹它这个这个是三。青蟹是公的，这个是母的，这个有膏是吧？哦，这个是怎么卖的？这个328一斤。哇，看一下这个，哇，这么大，这个是9节虾。斑节虾9节。啊，斑节虾。海鳗来这儿也必吃的啊。给我来一个这个海鳗。海鳗下去红烧哦。啊，海鳗红烧。爆炒。要辣吗？要辣。哇，这桌海鲜真是相当的丰盛呢！啊，先尝尝这个卤面，来到泉州必吃的泉州海鲜卤面，哇，看起来太诱人了。材料非常的多，有猪肉，有鱿鱼，有虾，有香菇，还有各种小海鲜贝类。为啥这么黏呢？就因为它拿地瓜粉勾了芡，而且里边还放了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花生酱，真是吃啥都要放花生酱。一大块猪肉。
这个泉州的卤面啊和打卤面不一样，打卤面呢咱一般吃啊都是做一个卤子做好了往面条上一浇，这个呢是拿各种食材啊先把这个卤子、卤水、卤汤做出来，然后再把面往里头一烩，其实呢更像海鲜烩面。哇，只能用3个字来形容啊，太好吃，非常的香，海鲜鲜味儿，然后呢花生酱的香味儿，最主要是这个口感，因为它黏黏的，特别挂味道，就所有的味道一口下去是均衡的。哎，我发现这有这个小小的海蛎，不知道是不是巡捕女刚剥出来的啊？别看个头小，味道非常足。又像吃面，又像喝粥。巡捕村的特产除了这个小小的海蛎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红鲟。这个是干煎红鲟，巡捕村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和这个红鲟有关系啊，人家是特产。看里面这满满的膏还有肉，非常的肥美，直接上筷子就可以把这个肉掏出来。这可不便宜啊，咱得掏干净点，我跟你说。哇，太香了，而且是煸出来的，里头有这个姜味儿，还有葱味儿，干香干香的姜葱味儿。这个红鲟呢，在福建啊，还延伸出来另外一个美食，叫红鲟饭，就和米饭在一块做。当地有句话这么说的：吃了红鲟饭，天下饭呢，都咽不下去了。这是多好吃！再尝这个红烧海鳗，看这个肉非常的滑嫩，关键是它这个做法裹上了很多汁水。就是福建闽菜的味道，就是咸咸的酱油水的味道，然后呢是甜味儿，咸甜组合。这个鳗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补气补身体，也是大补的食材啊。再尝尝这个巴掌大的斑节虾，哇，你就看这个虾有多大，上筷子不好上，直接上手。哇，这么大！别说跟手掌比了，跟我的脸比，这个个头啊，真是够大。你就看这个虾头都有多大，哇！里头还有汤，开背大虾，这才真正是开背的大虾。这么大。这一口下去，要了亲命了。这一口下去啊，吃出了馒头的感觉，吃出了吃龙虾肉的感觉。虽然是不雅观啊，剥的满手都是，但是太香了。爆炒鱿鱼，你看他家这个菜啊，这个颜值看着还是挺棒的，蘸一蘸，立马这个鲜味就来了。再尝这个蒜蓉大竹蛏，这个肉真是相当的肥美啊！哇！哇，这个好吃。